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月9号星期四清晨，我突然停下来就想，趁着现在这个情况跟大家问个好。你看，下雨了，突然又下了特大的雨。我在路灯下，不知道能不能拍到雨滴。但是今天出门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20分钟，就20个1分钟快慢，一会儿热完身就开始。今天出来的晚，因为今天要回评论，天亮太晚了，我看不见，我贴在胳膊上。行，一会儿练啊。刚跑完10个，上一个平均配速3分24，马上就第11个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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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刚跑完第18组，平均配速3分24，还有2组。给大家拍拍这2组，雨还在下，镜头上估计会有水。看前面这2位也是速度训练的，不认识。哎，掉头，还有几秒了。3、2、1，走！刚才跑过那几位，那位女士就是奈良的第3名女子。周6我们有时候会一起跑。3分13平均配速，第19组结束，还有最后一组。今天带了秘密武器，让手不那么冷的。听了观众的建议，最后跟大家说，现在看不见。在中间休息这1分钟就慢跑，你只要不走，问题就不大。后边来车了，这儿周日应该有活动，这广场搭上棚子了。还有5秒，4、3、2、1，走！3分09，最后一组的平均配速，可以吧？我没比这车慢多少。这车是给这个劳森送货的，好像。对，大本城这几个劳森都不是24小时的。哦，看看镜头上有多少水啊！还可以擦了一下，但是还会有。
咱们就抓紧回评论。有小伙伴说跑3.2公里的长间歇，中间休息1分半，休息不过来。对的，3.2公里的长间歇，或者他说要考虑5公里的这种，1分半肯定不够。3.2公里的话，如果是停下来休息，至少得2分钟，建议2分半甚至3分钟。如果是慢跑，至少是2分半。如果是5公里的话，就不建议完全停下来休息，因为你这一个5公里之后，你完全停下来休息的话，第2公里顶不住了就，那是另外一种训练模式。不完全停下来休息的话，我的建议就是慢跑6到8分钟，因为这种其实你的目的就已经不是间歇了，就是3个阈值。如果是全停下来是怎么回事呢？就不建议5公里了，而且这个不适合新手，要适合那种很训练有素的小伙伴们。就目标是为了练马拉松的最后10公里，那怎么练呢？就是2个10公里，全力以赴的2个，中间呢完全停下来休息5分钟、10分钟都可以。这样你跑第2个10公里的时候，那种马拉松跑到后边的感觉。像这种课，我其实都用不着练，那得是冲破大众天花板以后的人。然后下一个，昨天我都不知道，昨天是悉尼出签的日子，反正我认识的几乎都中了，在台湾的王先生也中了，然后我的那个名额说还要就等这大众抽签过后才会发通知，所以中了的不出意外我们就悉尼见。同时无锡这个到10号看看结果，10号是不是就是明天，对吧？明天如果没抽中就申诉一下，我觉得是有机会的。然后首马本来的目标是要跑23959，这小伙可以呀，那肯定是有实力，但是最后还是崩了一塌糊涂，最后只有一个249。大家别听249那么快，他可能35公里甚至36公里之前都在239的水平，就是完赛成绩。这一崩，他这一下就慢下来了。这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说，今天主要说说这个雨下大了啊。然后这几双鞋，惊叹3.0 Turbo 要不要出评测？那个最快今天，最晚明天我就穿上了。哦，不对，最快明天，最晚后天，因为我是早晨跑，就快递就送到了。我是自己先买的一双，就首发那天买的，也还行。你看1月2号，今天9号，7天，就是淘宝那个自己的那个海运，不是转运仓。如果转运仓会更快，但是转运仓贵。淘宝这个一双鞋就是空运不拼的那种，就不是集运，73块钱。如果是那种特快的转运公司，这双鞋可能得100-200，因为它体积大，那个鞋盒虽然重量轻，那种就特快，那种我可能已经穿上3天了。然后就是香根的选手都是以半马为目标练，到后边如果想转马拉松，会不会有什么小问题？会的。在上周末的会员视频我也说这事儿，就半马全马不一样，有时候练半马，尤其是年轻人练得特狠的以后，可能对以后的如果想走全程马拉松的职业的话，我觉得有利有弊，但是弊可能会稍微多一些。所以你看，像全马赛场发挥特好，比方说像平林倾城，他在香根的成绩就不好。大训练量怎么补给？我的观点就是正常饮食。如果年龄大的男性呢，可以考虑补维生素，其他的我觉得不是必要的，甚至维生素都不是必要的。我其实什么都不吃，我只有在生病感冒的时候吃维 C。
平常就是正常吃饭，甚至还得稍微控制一点。然后是最后，我先说一个小问题，然后咱们说那个马拉松比赛的事儿，就是评论回复，不管您是不是会员，是在哪儿发评论，只要是能回复的地儿，大多数我要不然会点赞，要不然会回复。但是现在评论挺多的，有时候会晚。比方今天我还回了3天前的评论，实在是抱歉，有时候处理不过来。然后如果您是频道会员，在哔哩哔哩它有一个会员专属的提问的入口，那儿呢会稍微的快一点，最晚不会超过1天2天。然后最后就是关于那天说的普通人和运动员的事情，还有刚才那位我说崩了以后一下有好几分钟这位，我想说一个观点，有小伙伴们在评论区探讨，说普通人的天花板在哪儿？有的人说就是国家2级，我其实很同意的。国家2级是什么水平呢？就是5公里16分10，然后10公里是34，对吧？然后全马是多少？全马是2小时53，对不对？差不多这就是国家2级。我说错了，大家弹幕纠正我啊。然后我觉得啊，这几个定的5公里定的有点快，普通人到不了那个16分10，很难的。我觉得5公里普通人没有天赋的普通人练可能能进17分，就是很不容易，就不是光靠练就行了。10公里34分普通人也进不了，我觉得普通人10公里进36分差不多就是几乎是上限了。我雨下大了，擦一下麦克风啊，如果一会儿麦克风被雨滴呼住有那个不好的声音，大家见谅。我觉得10公里可能普通人进36分钟就是上限了。我说的是没有运动天赋的普通人，所谓运动天赋就是当年选材的时候把您漏过去了，或者是您是被选上的，但是就没有再从事这个行业。然后全马2小时53，我觉得又太慢了。我觉得普通人的话，通过努力进2小时50，大多数人上限应该都在2小时50，就是上下浮动吧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像那天还有一个小伙伴给了一个特别对的观点，就是运动员虽然经历了选材，还经历了淘汰，那练出来的就那几个，就这些练出来的人，当年被选上来的可能选出来了200人，最后就练出来了20人，也许20人都不到，他成才的比例太低了，真的是不容易的。像我说这几个天花板，其实我都有亲身的经历。就有的时候不是你越努力就会越强，你总会碰到自己的上限。就比方说，你看这种雨天，我在这儿练强度，那有小伙伴就说：“哎，我真的不行，练不了。这种天就出不来了。”那我的上限就比您高。这上限不包括不仅仅是身体的能力和身体的，比如基因啊、骨骼呀这些，还有心理的。甚至有的还得看这小孩什么性格，父母怎么样，家庭什么情况，这些都得综合考虑，对一个运动员来说。然后接着说这个崩的事儿，有小伙伴说，有一场马拉松到最后3公里小腿有抽筋的感觉一样，就没有再顶一顶，问我会不会顶。我给他的回答是，如果是小腿我会顶，如果是大腿果断不顶。这马拉松比赛，普通人从开始练到最后碰到自己的天花板，经历这么几个过程。一开始是心肺不行，大家跑个几百米1-2公里喘不上气了，就累了，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考体育似的。然后过了这个阶段呢，到马拉松赛场了，一开始是崩，这个崩还不是抽筋儿，就没劲儿了，跑不动了，10几公里、20几公里就走路了，走的还挺舒服，但是就是跑不动了，觉得特累。这是第2个阶段。第3个阶段呢，就是进了4小时30，在4小时左右，基本上能跑下一个马拉松了。
但是呢，偶尔会走2步，同时呢，到最后小腿会抽筋儿，抽的要死要活的，而且自己调整不了，你会觉得小腿还是在使劲的发力，需要它，但是它抽筋儿了。哎，这是下一个阶段，第4个阶段。第4个阶段是什么呢？是基本上不抽筋儿了，能跑下一场比赛了，能破3了。而且呢，破3的时候呢，差不多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位观众的描述，就是小腿要抽筋儿，能顶吗？能顶，不顶也破了，它不会掉太多。然后再下一个阶段，就是我第一次跑进2小时45那个阶段，是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到最后啊，小腿不抽筋儿，小腿会累，但是小腿会僵，大腿后侧会有要抽筋儿的感觉。如果没抽，这场比赛就成功了。如果有要抽的感觉，一般有2种结果，一种结果就是我波士顿那场，那是我第一次大腿抽筋儿，那时候没当回事儿，我说顶一顶，真顶抽了，跟那儿站了3分钟就拉伸，因为一步都挪不动，大腿抽筋儿。大腿后侧的话，大家可以试试大腿后侧的大肌肉群抽筋儿，一步都动不了，那不是靠意志力能走到终点的，必须得弄好了。这种就彻底崩了，你大腿一抽筋儿，这一场比赛至少3到5分钟就没有了。如果你不去顶这一下，不让他抽呢，差不多，如果有要抽筋儿的感觉，可能会损失1到2分钟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你能对身体的感觉更敏锐，然后能调整。就像今年出的大阪全马，我到38公里那个小桥下桥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右腿大腿后侧要抽筋儿，我就果断调整，稍微放那么1公里，这1公里大概放5秒到10秒，然后后面呢慢慢往回提。大家可以看那场比赛有全部的记录，那一段在40公里左右，胡老师拍了我一段有数据，然后最后我自己拍了一段有数据，还有家属拍了我一段有数据，就屏幕上有实时的数据。胡老师拍到我的时候说刚调整，几乎调整好了，就抽筋感觉没有了，但是掉速了，已经掉到了3分55到4分之间了，那是最后2公里，而想达到那个成绩的话得3分47，就是这是这么一个阶段，就是你在和抽筋儿挣扎。这场比赛没抽就成了，抽了就不成。要抽呢，看你怎么调整。如果这个要抽的时间哪怕在40公里、41公里来临，也不能顶，因为你只要真抽了，那至少2-3分钟。你想，你2-3分钟，你怎么顶你也追不回来了，对吧？刚才拍一半又没电了，但是除了这个，我还带了一个，我现在有2个这个 GOSS S 的头，这2个基本上1场半马问题不大了。我这次还买了一个第3方的那种能接一块电池的，寄到北京了，回北京试试看。又是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，整体的平均配速4分38。今天的有氧跟无氧效果都是提高，最快的1公里是3分09，20个1分钟快慢，平均心率147，最大冲到178。现在都7点57了，今天出来的晚。我刚才说了4个阶段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可能虽然我没到吧，但是如果再能往前一步，可能就又进入了一个相对游刃有余的阶段。那就是这样，它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的划分，但是可以粗略的划分。这就是我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和真实的体感。就这些不同阶段的选手互相之间不一定能体会对方的感受，我就是玩命的回忆给大家说。最后就是这秘密武器，我听了观众的劝，就是在这儿这个温度啊，带手闷子有点过分了，就是会特别热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手冷主要就是风，
大多数时候你外边没风的时候，咱们自然出去走路，你基本有时候冬天也都不用戴手套。像这种气温0度左右，0度多一点点。然后观众说你戴一个啃鸭脖的手套，但是其实我不吃鸭脖，但是原来啃羊蝎子，然后我就戴了这么一个就厨房用的那种手套。你看，哎，这种可以重复用，它不透风啊，它防风的。然后再戴一个这个，哎，是挺暖和的，是挺暖和的。唯一的坏处就是我又怕拍摄的时候有这种声音，你看就这种嘎啦啦嘎啦的声音。行吧，希望能借着咱们这个小频道，把好多观众特别好的讨论和特别好的建议意见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大家如果比方说在中南部区域，上海呀这个纬度的区域，冬天阴冷，手有风的时候跑步冷，哎，就这样。你看今天下雨，我也就没有那天那感觉了，手现在还是凉，但是不冷了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今天是第4个训练日了，明天休息日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